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老魏。今天出一趟远门啊，去一趟柬埔寨。现在已经快到这个越南和柬埔寨边境了，这边的路也变得特别差，现在全是这种石子路了，路特别差。然后带了一瓶水，这个路上逛荡逛荡，把水给我逛掉了。这边的车也明显变多了。这里是属于西宁，这段路挺好的，刚刚那段路修路非常难走。到了西宁，这种西宁的原生宗教啊，高台教的那个教堂到处都是，很容易看到。这马路两边的房子相对胡志明那边就显得破旧了。我现在到木牌还有10公里。这边就是柬埔寨和木牌口岸附近了，这边的房子都比较破旧，说明两边双边贸易啊，或者说往来啊不是特别好。这是越南这一侧很多卖水的，逆行在哪都能看到。前面大概100多米的地方就是关口了。好，到前面就不能开车了，找个地方停车。这后面是可以停车的地方。我现在已经到柬埔寨和越南的边境了，这个叫木牌口岸。那我从胡志明骑车过来，大概85公里。我住的地方在胡志明市的东南，木牌口岸呢，在整个胡志明的来说，在西北方向，所以来的是跑得比较远啊，85公里。那我本来想坐车来呢，坐车也不舒服，然后路上也慢，时间又长，我想几十公里我就骑摩托车吧，来回就100多公里。其实办理签证比较简单，把电子签拿到手以后，出境以后再进来，就可以了。因为我签证上今天到期，我是第一次在这个越南和柬埔寨边境来办理这个出入境业务，看看是不是会顺利啊。有个人过来帮我，他说他可以帮我，等会儿看他收费多少。刚刚那个人找我要150美金，然后如果给越南盾的话，汇率算到24400。非常高了。现在已经顺利出境，出境了以后就是现在到前面就是柬埔寨边境，这里就属于柬埔寨边境了。我过了这个门就等于到了柬埔寨了。我看到这有几个西方人啊，他们自己从越南骑摩托车，把摩托车也入了柬埔寨的境。后面那个美女背了好多行李啊。刚刚在越南海关那边找了一个人穿蓝衣服的，然后他跟我说140美元全部给我搞好，包括这个入境的写的东西全部帮我弄好，然后就把我放到海关那里就中间，然后给我安排了一个摩托车，安排了一个这样的车，这个司机呢帮我代写好到柬埔寨那边就是签一个字儿。盖个章就好了，就是他全程帮我弄好，然后越南入境也是全部帮我弄好，总共花140美金，大家觉得贵不贵？我觉得是比较方便啊，因为好多东西语言也不通，越南那个柬埔寨字儿也不认识，越南字儿咱也认不好，更不会写啊，写英语还可以，但是要花很多时间，这样的话就是全程给你搞好了，非常的便捷，非常方便啊。
那这样的话，海关我在入境的时候，海关就不会找我要小费，然后我就直接就可以出入境了，非常方便。就是其实很多国内的朋友来越南，也是遇到这种问题，就是小费的问题啊。小费是很多中国人来到越南或者来到东南亚这些国家，所比较不舒服的地方。但是，越南啊，包括柬埔寨啊这种东南亚这些国家，都是一种小费文化，就是他们是需要有一点小费，然后可以帮你把很多事情都提前做好，相对来说比较便捷。啊，你也可以不选择给小费，或者说你就坚持所有的东西全部 DIY，全部自己做，那也没有问题。啊，他就骑着这个三轮车啊，就带我到海关这里盖个字，盖个章就好了，盖个章，然后我就再盖一个入境章，盖一个出境章，就是比较轻松。这边就是柬埔寨海关，啊，到里面我就不能拍照了。刚刚那个人啊，就让我在这儿等啊，要等一会儿，等我盖章盖好了，就给我拿过来，然后我就再办理一个出境，盖个出境章，非常轻松啊。现在柬埔寨的出境章、入境章都盖好了，现在是去越南办理一个入境章，这个流程就结束了。好，现在过了这个门就到了越南边境了，前面一个小门啊。其实我看摩托车开过来也可以啊，如果哪天到柬埔寨去玩，或者去老挝去玩，自己骑行，啊，完全可以开自己的摩托去，是非常方便的。因为后面就是柬埔寨，前面就是越南，所以它这个车子啊，三轮车是不能骑到这个越南去，我就要走过去。我现在就在这边等一下。我现在就在越南海关门口，等会儿他们把章给我盖好了以后，我就直接出去了，就到了越南境内。好了，现在我已经把所有的手续全部办好了，就是碰 tax，我已经全部弄好了，就是越南的出境。柬埔寨的入境，柬埔寨的出境，然后越南的入境，现在大概1个多小时的时间，全部办好了。那现在我继续骑着摩托车回胡志明。啊，我摩托车停哪了？现在先把车找到。啊，前面有个停车场，我把它放停车场了。好，这里就是木牌边境啊，然后现在已经办好了所有的手续，准备回胡志明。现在是已经到了西宁某个地方了，我也不知道这是西宁哪里啊，反正是从那个越柬边境，回胡志明的路上，骑车比较累了，也比较渴，所以找一个咖啡厅就坐下来休息一会儿，休息以后我们继续赶路。路边有很多漂亮的咖啡店，我点的咖啡是咖啡达空炖，就是不加糖的。这种原味咖啡，但是要加冰块，加冰块更好入口一下。啊，我们先倒到冰块里面。哇，这一家的咖啡是真香，我是真的觉得很香。啊，我1分钱没收人家，还要付钱啊。所以我真是觉得这家的咖啡好香好香，希望下一次有机会再到这儿的时候再来一杯咖啡。功夫外卖，满足您的家乡味。